个小小的公寓，4个孩子相依为命，无钱无水无电无粮，他们如何活下去？他们的父母去了哪儿？又经历了什么，使得2岁孩子惨死？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巢鸭弃婴事件。莫看见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起案件发生在日本东京市丰岛区巢鸭町。在1988年的7月17日，在东京巢鸭町警局接到了一起报警电话。报警人是一个公寓的房东。这个房东说自己有套公寓租给了一个单身的母亲，可是这家人已经几个月没交房租了，而且家里面大人也不在，只有小孩子，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所以就报了警。接到报警的警员来到公寓上门查访，一进屋子就给警察吓了一跳。整个公寓像垃圾场一样，散发着浓重的臭味。屋子里只有一个14岁大的男孩，2个分别7岁与3岁的女孩，2名小女孩已经虚弱到站不起来了，正躺在垃圾堆上喊饿。3个孩子都是蓬头垢面，骨瘦如柴。进一步搜索，警方发现整个公寓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煤气。看到这样的画面，警方很痛心。这样的环境下，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的？他们的父亲母亲又去了哪儿？警员马上把孩子暂时带到了福利院，给孩子们吃了点东西，洗洗澡，并对整个事件展开了调查。首先问询了14岁的男孩，男孩说的大概意思是自己没有爸爸，只有妈妈。另外2个女孩呢，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原本呢，3个孩子和妈妈一起在公寓里生活，可妈妈从1987年的10月就去大阪工作了，是在百货公司上班。但最近妈妈生病住院了，所以房东才联系不上她。工作走之前，妈妈给家里也留了一个账户，时不时会回到家里，定期还会汇一些钱回来。不过从1988年的1月，妈妈留下了20万日元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也没有再给他们打过钱。平时都是这个小男孩自己来照顾妹妹，饿了就去便利店买一些零食吃。通过孩子的讲述，我们可以一起来还原一下这个时间线。警员接到报警，发现了3个孩子的时间是1988年的7月17日，母亲离开的时间是1987年的10月。在这期间，母亲会给孩子一些生活费用，直到88年的1月，妈妈最后一次留下20万日元后，再也没有回来。也就是说，这3个孩子有半年的时间没见过母亲了，也没有钱，水电煤气因为都没有交费而被停掉了。年仅14岁的哥哥就这样照顾着2个妹妹。这时警方就有疑问了：妈妈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没陪在孩子的身边？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在警员看来，男孩回答问题时有点吞吞吐吐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隐情？这一调查有3个发现，还是让人十分的震惊。首先，在调查3个孩子的社会关系时，发现这3个孩子都没上过户口，是黑户，没有身份信息。其次，警方在他们所居住的公寓调查时有了重大的发现，在公寓的壁橱里发现了一具已经化为白骨的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最后，这一家不止这3个孩子，还有一个最小的2岁的女孩不见了。层层谜团围绕，使得案件更加的复杂了。妈妈在哪儿？壁橱里的婴儿尸体又是谁？2岁女儿去哪儿了？3个孩子都太小了，警方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到妈妈。案件发生后，新闻媒体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3个孩子的妈妈惠子其实是看到了关于自己孩子的新闻的，想过要自首，可又害怕承担责任，就没有声张。不过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她，但找到妈妈的地方并不是男孩所说的东经500公里外的大阪，而是距离孩子们居住的公寓仅有80公里的千叶县。也就是说，妈妈仅仅在距离孩子1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生活，却有长达半年的时间没有去看自己的孩子，没有给孩子汇钱，也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死活。就这样，妈妈惠子就被逮捕了。警员开始审问惠子，为什么抛下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孩子没有户口？壁橱里干瘪的婴儿又是谁？惠子说自己也是受害者。他的这些事儿得从1968年讲起。1968年，
20岁的惠子在一个服装学校上学，她在学校里交了一个男朋友。虽然惠子当时的年龄不大，但感情升温很快，就和这个男朋友私定终身了。不过两人的恋情却遭到了惠子父母的强烈反对。年纪轻轻，你不好好上学，处什么对象？惠子呢，则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不顾一切的就和这个男朋友同居了，并且还意外怀孕，两人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但因为呢，当时的年龄也比较小，还是未婚生子，孩子出生不久就给送人了。这段插曲并没有影响这对情侣的感情。转眼间5年过去了，到了1973年，惠子与男友的第2个孩子出生了。这个孩子没有被送走，由他们自己抚养，算是两人的长子吧。这里要说一下，日本办结婚证是很方便的两个人如果准备结婚，一般情况下呢，就去所在地的民政部门领取一张婚姻的申请表，填好之后，双方签字交上去，就算完事了。在孩子出生前，惠子就填好了婚姻这种申请表，给了男朋友，让他一并交到民政部门。她以为男友已经办好了这件事儿，孩子算是婚内出生，男友也有给孩子开出生证明。惠子开始过上了贤妻良母的日子。可随着大儿子慢慢长大，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入学通知书却一直没有下来。惠子觉得奇怪就去相关部门一问，才知道男友根本就没有把结婚申请书交过去，显然长子的户口也没有上，成了黑户，自然也不会有学校给他寄这种入学通知书了。这男朋友骗了惠子这么多年，根本没有想过承担丈夫跟父亲的责任。男友见惠子知道了真相，嘴上敷衍着自己忘了，暗中却做着离开的准备。没多久，他就带着惠子从父母那儿借来的20万日元离开了这个家，彻底的消失了。那么这件事呢，对惠子的打击非常大，因为之前不顾父母的反对与男友交往，如今没脸再见父母，基本上断绝了与父母的来往，又没有一技之长，为了生活下去，还算年轻的惠子就成了一个陪酒女郎，开始和不同的男性约会发生关系。惠子始终认为孩子是可以牵绊住男人的手段，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与不同的男人生下孩子。1981年，惠子生下了一个女儿，也是这个家庭中的长女。1984年，她又生下了一个儿子，然而这个孩子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惠子下班回到家，发现叼着奶瓶的小婴儿已经没有了呼吸，尸体都凉了。惠子就把这个小婴儿的尸体装进了塑料袋，又塞了大把的除臭剂，密封后藏了起来。又一个2年过去了，惠子又陆续生了2个女儿。自此，年纪轻轻的惠子已经生了6个孩子了。第1个送人了，第3个意外离世了，剩下了4个，为1男3女。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个长子，其他孩子是惠子在自己家里生的，从没有去过医院。而且这几个孩子有着不同的父亲，但因为惠子同时与多名男性发生关系，她也不确定孩子们的父亲到底是谁。后面呢，孩子们和他们的哥哥一样，没有出生证明，没有户籍信息，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知道他们存在的，除了彼此，再无他人。1987年的9月，惠子用丈夫前几年去世了，和长子2个人生活等等说法吧，获取了房东和邻居的信任，来到了朝鸭的公寓。此时的惠子已经40岁了，在外人眼前，她是一个中年丧夫的可怜单身母亲，独自带着儿子生活。大家完全不知道她还有其他孩子。实际上，她是带着4个孩子和次子的尸骨一起住进这所公寓的。惠子并没有和孩子们在朝鸭这个公寓共同生活多久，她深知这4个孩子在身边，她已经没办法再正常的活下去了。正好在这个时候呢，惠子认识了一个56岁的独身男人，经济条件也不错，带着几个搓油瓶，任何男人都会被吓跑的。为了开始新生活，惠子决定离开家，到千叶县和情人同居。最开始呢，惠子还会每个月汇2万3万的给孩子们生活，偶尔也会回家露个面。慢慢的，惠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小。惠子最后一次回家是1988年的1月，她扔下了20万日元后就走了，让几个还未成年的孩子在公寓里自生自灭。到了这里关于妈妈惠子的基本案情就介绍完了。惠子就是这样一步错步步错，走到了40岁，没有哪怕一点责任感的选择抛弃孩子，独自过活。时间脉络我们捋清了，但还有一个疑问，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惠子是带着儿子和3个女儿以及婴儿遗体来到了朝鸭，可警方到达现场后只看到了1个儿子2个女儿，那最小的女儿去哪儿了？
14岁的惠子的儿子向警察道出了实情。母亲惠子离开后，长子承担了照顾妹妹的责任，准备食物、换尿布等等。但不论他怎么努力，毕竟只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而且没上过1天学，所以他通常只能在楼下便利店买一些垃圾食品，还有冷冻食品、零食来给几个孩子吃。时间久了，便利店的工作人员也会觉得好奇，这孩子不用上学吗？没有大人在家吗？怎么夜里2、3点钟也会来？但是这些疑惑啊，都被长子用一些谎话就圆过去了。工作人员呢也没再提，惠子留下的钱很快就被花光了。长子啊只能靠便利店扔掉的过期食品和偷东西来解决自己和妹妹的温饱问题。长子因为一直是黑户，虽然14岁了，可1天学没上过，每天除了照顾妹妹啊，就是在外面闲逛。妈妈消失不久的一天，长子遇到了2个年龄相仿、经常逃学的这样一小混混。因为平时并没有什么朋友，又是同龄人，长子啊很快就和这2个男孩玩到一起去了。由于长子家里没有大人，公寓就成了这3个小孩的这个据点。88年的4月份，2个男孩照例来到长子家玩，其中一个男孩发现呢，自己前1天买了一袋方便面没有了，而家中最小2岁妹妹嘴边啊还有海苔，认为啊是最小的妹妹偷吃了方便面。2个男孩啊就对着2岁的小孩拳打脚踢。长子又把它放在壁橱里的布墩上，小妹在布墩上躺不稳，跌落下来。2个男孩啊觉得这太好玩了，就一次一次的把小妹放在布墩上，再看她跌下来。长子想要阻止，说差不多得了。混混朋友却说明明很有趣啊，你也一起来玩呗。不知道这样摔了多少次，小妹的身体已经变得瘫软。见状不好的长子连忙帮妹妹做心脏按摩，让人工呼吸，但这前后持续了2、3个小时的暴行，2岁的孩子哪里受得了啊？小妹的身体越来越凉，长子最后拿来热水，想要帮她保持体温，却已经无济于事了。第2天一早，当长子醒来的时候，发现小妹已经死了。长子原本想学妈妈处理弟弟的尸体一样，将小妹的尸体啊放进袋子里藏好，但由于除臭剂不够，尸体开始散发了味道。大约1周之后，长子伙同那2个混混朋友，将小妹的尸体装进行李包，连夜将妹妹埋进了公园里。就这样，整起案件的疑团全部被解开了。法院最终判决2名混混少管所监禁2年，长子遗弃尸体因情况比较特殊，被送到了儿童福利机构。惠子呢，因为逃避养育责任被判处刑期3年，缓刑4年。之所以判缓刑，是因为惠子承诺以后好好照顾2个女儿，法官出于孩子们的成长考虑做出的这样的判决。那么在2003年，日本导演是枝裕和把这个故事搬上了银幕，拍成了电影《无人知晓》。此片呢也入围了2004年戛纳电影竞选单元。片中长子的扮演者凭借这个片儿击败了梁朝伟，成为了戛纳电影史上年龄最小的影帝。男人抛弃女人，女人抛弃孩子。惠子一生情路颇为坎坷，可男人对惠子的不仁，不能成为惠子对孩子不义的理由。希望这个世界上不再有这样残酷的父母，生而不养，视而不见。既然选择将无辜的生命带来世上，既然选择要照顾一个幼小的生命，请守护他们到底。好了，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我是超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